上回书说到，雷利和慎平陪伴路飞一起回到海军本部马林凡多。路飞利用媒体舆论的力量，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伙伴们传递了新的集合信息。时间2年后，地点香波地群岛。伙伴们明白了路飞的用意，为了2年后能以最好的状态辅佐这位船长，大家各自开始了艰苦的修行。小星空岛，娜美戏耍了维多利亚上的学者老头们之后，正式开始了自己气象科学的学习生活。哈雷达告诉娜美，小型空岛维萨利亚会随风而动，飘荡在全世界的天空之上。世界是非常广阔的，各种各样的气候都存在。想要在新世界航行，就不能被过往的常识束缚。娜美恳求哈雷达将他的所有知识都传授给自己。我是航海士，在海上的时候可是责任重大，只要是船长想去的地方，无论何处都得带他去才行。因为路飞说他想成为海贼王。私だって並大抵の航海士じゃいられないのよ。娜美回忆起真正开始依靠路飞的那一天，明明是自己离不开路飞，但嘴上却说船长爱说大话，又对大海一无所知。如果放任不管的话，他会死掉的。这个笨蛋总是让人替他操心，所以我要帮他。娜美走到窗前，路飞的那句“ナミ，お前は俺の仲間だ”，就如云层之上的阳光一样明亮无瑕。贝加庞克的故乡未来国巴尔基摩亚，弗兰奇手残误触了贝加庞克研究所的自爆开关，整个研究所瞬间被炸成了渣渣灰。不管是对这个世界而言，还是对同为技术宅的弗兰奇本人而言，都是相当大的损失。要知道，那个研究所里可是藏着几百年内都无人能想象和实现的尖端科技。爆炸事件很快引起了当地海军的注意，海军们通过走访、排查等方式追查炸毁研究所的凶手。可是，要到这座岛上，没有一定规模的破冰船是无法登陆的。首先，当地的居民没有人见过破冰船。虽然有传言说是草帽一伙的铁人弗兰奇入侵了研究所，但根据海军的情报，弗兰奇在不到1个月前被目击在香波地岛出现。无论是作案方法、作案时间和逃往巴尔基摩亚的路线都不详，很难怀疑到他的头上。弗兰奇炸毁了贝加庞克的研究所，自己因为爆炸毁了容，但万万没想到，竟然因祸得福。爆炸后出现了一个隐藏入口，走进这个山洞之后，可以发现这里也有一间研究所。这里是贝加庞克制造机械动物的地方，被炸飞的研究所里全是有助于人们生活的先进文化类发明，而这里藏着的是弗兰奇更感兴趣的兵器类发明，从火箭到战舰，从生物武器到人造恶魔果实。弗兰奇看着贝加庞克的设计手稿，不住称赞：这家伙的脑袋到底是什么构造啊！弗兰奇得到了路飞2年后再聚首的消息，准备住进贝加庞克的研究所里，将这里的图纸研究个遍儿。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草帽一伙能乘上我所造的船。路飞，你为我带来了梦想，你将我带到了这个广阔的世界。万里阳光号还没有显现出它真正的能力，能让万里阳光号成为梦想之船的船长，非你莫属。我会掌握不管什么样的激烈冒险都能胜任的技术。所以路飞，一起跨越新世界的惊涛骇浪吧！伟大航路卡马巴卡王国，甚至为人妖国的料理而惊愕。这料理不仅味道好，而且吃完后身体莫名涌出一股力量。人妖王国不光是人妖的聚集地，居然还是一个美食王国。甚至从伊万科夫的口中第一次听到了用料理构建身体这样的理论。如此说来，掌握了这门厨艺，那岂不是能让娜美和罗宾吃出丰满身材？甚至一边喷鼻血，一边请伊万科夫将这种料理厨艺传给自己。伊万科夫的回答是 no， 此料理是门派内部的绝学，素来是传内不传外，传女不传男，传妖不传人。想习得本门料理绝学，必须满足以上3点中的任意一点，要么加入人妖王国，要么自我阉割，要么变化成魔。总的来说一句话，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甚至果断拒绝，我不是为了和女士成为朋友才出生的男人，我是为了爱护女士才出生的。伊万科夫阴险地笑了，我很欣赏你的气概。这样好了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会将料理的食谱分别交给岛上99个新人妖拳法的师傅。你既然是海贼，那就把食谱全部夺到手吧。不过岛上的新人妖们会不分昼夜，想方设法的让你穿上甜心礼服，那样的话，你还能保持住你的男子汉气概吗？甚至一看周围那些穿着泡泡裙、满脸胡渣的变态，就一阵恶心。伊万科夫说：“只要你能胜出，我不仅可以给你一艘船，还能满足你的所有愿望。怎么样？是否接受挑战？”甚至想起路飞的脸，平静地笑了。
他点燃一支烟说道：当我赢了你们所有人的时候，我会变得比现在强大好几倍。路飞，你可不要输了，下次见面时，为了让你当上海贼王，我作为厨师会为你提供世界第一的支援。这场比试我接受了。伊万俯视着山治，说得好，我们可不会手下留情。伟大航路剑山岛，布鲁克被3个长手族的小痞子绑架后，被带到这里进行收费演出。在长手族的部落里，这种一个肘关节的生物本来就十分罕见，加上布鲁克是一具会动的尸体，人气简直爆棚。布鲁克看着报纸发呆。在经历了50年的孤独漂流后，布鲁克没有想到路飞竟然没有被自己的样子吓住，反而邀请自己成为他的伙伴。50年了，对于在阴暗的海面上漂流了50年的布鲁克来说，这一刻不知多么开心。为了夺回自己的影子，路飞带着伙伴们勇闯莫利亚的地盘，将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。在我的眼里，你是多么耀眼啊！布鲁克站起身，抱着自己的电吉他。3个长手族流氓侮辱布鲁克只是个展览品。布鲁克说：“展览品什么的都无所谓，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的字典里没有孤独这2个字。”请欣赏我的新单曲《宾克斯的雄黄酒》。就这样，布鲁克一曲成名，在长手族的部落里很快成为大明星。慢慢，灵魂之王的称号响彻全世界，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歌星。东海大桥下，革命家龙一直点名想要见罗宾。罗宾本来是拒绝的，但看到路飞2年后再重逢的消息后，他决定随革命家前往巴尔的哥，当面会一会路飞的父亲。为了拯救自己，路飞不惜与世界政府为敌，就在司法岛上将罗宾囚禁了20多年的阴霾烟消云散。罗宾第一次对活下去有了渴望和动力，是路飞让他知道自己并不是累赘，而是伙伴。路飞，在你父亲身边投身于世界浪潮的话，我是不是也能稍微变得强大呢？与此同时，伟大航路波音列岛，乌索普从最初刚入岛时控制不住的饕餮盛宴，到拖着肥胖过度的身躯试图逃离波音列岛，又到现在突然发了疯似的修行增强体能。海格力斯一头雾水，虽然有点不太正常，但是肯健身终究是好事。那张报纸上到底写了什么，让这小子突然就不正常了？乌索普躺在地上喘着粗气说：“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路飞，那家伙就会顺其自然地成为海贼王。但是我错了，那家伙也有很多无法匹敌的对手，路飞他也会输的，他会勉強自己，也会痛苦的大叫，所以那家伙需要我的力量。”ヘラクレス、俺は強くなりてえ。もっと強くなって。乌索普拜海格力斯为师傅，在他的监督下健身变强，并跟随他学习生物知识。ルフィ、お前が海賊王になるために、俺は本物の狙撃の王様になってみせる。伟大航路鹰眼老巢，西兹凯阿尔王国遗址，一向高傲的索隆此时双膝下跪，恳求鹰眼收自己为徒。鹰眼鄙视地说：“我看错你了，索隆，你在求敌人教你剑术吗？不知羞耻，滚出去！无聊的男人，看来我高估你了。”被鹰眼羞辱一番，索隆一动不动。鹰眼继续说：“连狒狒都打不倒，出海也出不去，还若无其事回来的懦夫，我没什么可教的。”索隆说：“狒狒的话我已经全部打倒了，之后只剩下你的手机而已。”鹰眼一愣，既然把我当敌人，为什么还低三下四的求我教你呢？索隆说：“お前を超えるため。”鹰眼大笑几声，亲手培养要取走自己手机的剑士吗？真是奇怪的家伙，愚蠢至极。看来你找到了比野心更重要的东西。等伤好之后，就开始训练吧。佩洛娜拉着索隆去疗伤，鹰眼瞥向窗外。当你这样的男人丢弃自尊的时候，一定是为了某人吧？索隆是最后一个读懂路飞消息的人，穷尽一生的智慧让索隆突然明白了路飞的用意。就算着急，现在的我们也无法在新世界闯荡，要停下来积蓄力量，总有一天会再次集结。佩洛娜替索隆更换了新的绷带，索隆等不及伤口完全复原，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用的，必须立即开始训练。鹰眼带索隆来到户外，向他介绍了巨大的狒狒之王。这家伙不光体型庞大，还背着一把模仿鹰眼黑刀叶的尚方宝剑。猩猩之王的等级不同于其他狒狒，不仅拥有最好的剑，还会模仿鹰眼的剑术。索隆勇往直前，向狒狒之王发起了挑战。路飞3人从海军本部回到女儿岛，告别甚平后，雷利直接带着路飞来到女儿岛西北部的一个无人岛，残酷的修行开始了。
这个岛上有48个季节，每周都会变化一次，是个有残酷自然条件的岛屿，是个天然训练场。雷利带着路飞深入岛内，岛内有一棵像萝卜一样的树，这是唯一一处猛兽们不敢接近的安全地带。相传这个岛上原来有一个国家，但是人类没能通过生存竞争，岛上猛兽众多，生存条件恶劣，是个天险之地。修行的第一课，雷利便要传授路飞霸气的使用方法。所谓霸气，是潜藏在全人类体内的力量、气息、气势、威慑，这些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，只不过大部分人都没有觉察到，或是想发挥不出来，坚信不疑便是一种强大。此时，一头恐龙一样的大象从森林中冲出来，路飞进入2档攻击大象，但是大象纹丝不动。雷利言传身教，现场演示了一把什么是霸气。霸气大致分为2类，可以感知敌人的见闻色霸气和盔甲一样的武装色霸气。雷利背对大象，不需要用双眼去刻意观察，只是用感知气息的方式就躲过了大象的攻击。接着他反手一掌，没见他怎么用力，大象便倒在地上没了知觉。对付恶魔果实能力者，除了攻击他的弱点之外，武装色霸气是世上唯一的对抗手段。面对近乎无敌的自然系能力者的流动身体，也能用武装色来捕捉他的实体。这一力量也可以用在武器上，比如90海贼团使用的弓箭。除了这2种霸气之外，世上还有极少数人拥有第3种霸气，威慑敌人的力量——霸王色霸气。那些闻名世界的人物大多都身怀这一力量，只是这霸气不能靠锻炼来加强，它完全取决于使用者自身的气魄，靠使用者本人的成长来强化。雷利用霸王色吓晕了大象，那是红发当年用过的招式。雷利对路飞说：“你大概已经察觉到了，你的霸王色霸气已经觉醒。”路飞见识到雷利的本事，惊呼不已。他将草帽放在大白萝卜下，从今天开始，草帽小子要暂时停业了，请多指教，雷利。海贼王内容大致更新完毕，之后还会慢慢补充。下期咱们家庭教师见。